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李厚成是 YouTube 频道世界苦茶主持人，大家应该还记得新年第一期我们就请厚成来参与讨论了2025年中国人应该悲观还是乐观。厚成非常勤奋，产出很多，我特别喜欢他1个月前做的一期节目。在节目中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很多人忽视了2015年和2016年这2年的重要性，实际上这2年塑造了今天的中国，是习近平对党内和中国治理方法改弦更张的确立年份。这2年真的这么重要吗？发生了哪些关键性的事件？又是怎样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及他这种梳理是否有意义？厚成你好。你好，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节目啊。你能跟我们先说一下是什么时候哪一件事触动了你，让你觉得2015年2016年改变了或者是重塑了中国，让中国成为了习近平的中国呢？其实最开始产生这个想法是从经济问题开始的，因为2024年中国经济很差嘛，所以我就从头去回溯了一下中国经济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做了个节目叫40年产能过剩的历史，我就发现就15年和16年在产能过剩和中国经济转轨上是特别关键的一年。中国再次想以这个中国制造2025和供给侧改革来闯关这个产能过剩，但还是失败了。失败之后就开始做房地产啊、棚改货币化啊，再次搞大基建啊，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的问题，政府债务的再次膨胀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所以说我最开始就觉得15、16年在经济上确实非常重要。然后转过来呢，因为最近不是认识武雷，跟武雷比较熟嘛，他是中国一个刑辩律师和人权律师啊。然后因为跟他比较熟的原因呢，就又去了解了解709，我就发现，哎，怎么709也是15、16年啊？然后我最近看了一本关于新疆的书，我就知道，哦，原来新疆最大的转变也是15、16年。就是最近我的几个事情都同时关注到了15、16年，我就很好奇，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平凡，我就看看15、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回去看了一眼啊，发现很多我过去很有印象的事情，比如说那个长江邮轮死亡事件，那个400多人死亡，我发现那事也是15年。所以我就慢慢越来越觉得15、16年好像很值得研究。然后我自己好好梳理了梳理15、16年，然后就发现，哇，真的是就像你开场所说，就是中国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以及我们大家都有感觉过去10几年是个巨大的倒退。那么什么时候塑造这个倒退，它到底怎么退法？我绝对不会说它只发生在15、16年啊，但中间有一个让它真正成型，就从形式上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还真是15、16年。所以说基本上是从我对经济事件的关注开始，然后很巧合的同时发生好多其他几个关注到很重要的事情也是这个年份，然后回去看发现，哇，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事情。我因为听你这个节目，我就想起来，确实就是15、16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对历史很有研究，他就说习近平就是太勤快了。一个皇上太勤快了，不是一个好事儿，所以我是挺推荐大家去看你那个节目，你是有非常长的一个论述。但是你现在能给我们稍微的，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2年发生了哪些影响至今的特别关键性的事件呢？就这2年其实就像你说的，他非常勤奋，就是多面出击，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做了比较根本性的改变。然后第一个呢，就是政治格局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他逆转了从改革开放一直以来党政分开的基本思路，走向了全面党政合一。而且这个党政合一，中国其实一直有这个党政合一的倾向，但在15、16年党政合一就变得特别的显著。首先是各个部门向常委会述职，15、16年形成这个传统。过去因为人大是人大，政协是政协等等等等，全部要来向这个常委述职，这个是15、16年开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军队的重大改革，中国过去一直是10大军区改7大军区，但7大军区撤销改5大战区，这个是对军队格局的根本性的重塑，也是15、16年。那军队除了军区改战区之外，军委就大家我们从小听到大什么总参、总后、总政、总装，就4个总部制，直接打散变成了15个职能部门，就相当于中央军委成为了唯一的实权的职能部门。这个对于军队体系也是个彻底重塑，也是15、16年。然后15、16年还有这个意识形态的全面集中控制。我们都知道今天的高校跟过去的高校已经不一样了，过去的高校可能是中国思想自由和思想开放的一个堡垒，很多老师和知识分子都是以高校作为基本阵地。
那现在高校完完全全就是它的反面。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呢？16年开始的，就16年年末有一个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从那之后高校就变成今天的样子了，包括网信办从国务院纳入中央部门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说首先就15、16年政治格局是个非常非常全面的改变。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就是出现频率非常高，对中国也很重要的就是中央政府与边疆问题，以及与争议性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新疆、香港、台湾问题，包括南海问题，全是15、16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15、16年香港呢是618的政改失败，就相当于香港一直在争取普选嘛，那618政改失败就相当于普选这个路在香港被堵死了。所以从这天之后，香港就进入了所谓的后普选时代。那从15、16年开始走到19年的这个运动，然后到现在，所以香港的整个这个阶段就是从16年618政改失败之后开始的。那新疆呢，也就像我那本书里面介绍啊，就进入成全国的时代。就新疆从一个相对来讲使用经济发展来解决所谓恐怖主义问题，来走向所谓的反恐人民战争时代。就大家知道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或者我们管它叫再教育营，那都是从成全国时代之后开始的。那台湾呢，2015年其实还有习马会，这是两岸在职领导人在这个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但2016年台湾政党轮替，蔡英文上台，那么之前国民党马英九时期的蜜月期马上结束，就民进党上台之后到现在都是民进党长期执政。那整个来讲，中国跟台湾的关系从2016年之后马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之后有个关键时间点，就是2019年所谓的那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时候，我们正式提出要开启统一进程，这算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也从那之后开始，这个战争的阴影啊就笼罩着这个台海危机。那南海问题也一样，2016年最关键的就是南海仲裁案公布，判决对我们不利，否定了中国的所谓九段线主张，也是2016年。所以说可见2016年香港进入后普选时代，新疆进入反恐人民战争时代，台湾进入民进党长期执政时代，南海问题进入南海仲裁之后的时代，都是2015、16年。其实这些事情的重大转变也是。然后刚才我们开始就在讲经济啊，经济我相信听咱们这个节目应该各种年龄层都有，肯定因为你过去采访过很多基金和老股民，那对于老股民来讲15、16年那是最大的伤痛啊，因为这接连两年都有超级股灾，15年暴跌一波，16年春节前后又经历了暴跌。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当时寄出了什么熔断机制，结果熔断机制非但没有对股市起到稳定作用，自从有熔断之后，那股市每天就是崩溃一样的暴跌，对，每天熔断，很快就取消了熔断措施，非常恐怖。所以说经济的那2年确实遭遇了很大的困境。就像我刚才说，那2年为了中国经济转轨有3大重要的政策，全是15、16年。一是15年的中国制造2025，15年末的供给侧改革，16年的国企混改的试点，这3个东西基本都烂尾失败。最后延续下来的是棚改货币化、房地产、土地财政、房价暴涨，然后各地大基建，超级负债时代开启到现在。所以经济的转轨也是15、16年所谓的我们刚才讲的3大经济转折政策的失败。然后就是公民社会的全面压抑，刚才我们也提到了709律师大抓捕，算是对于中国维权啊、上访啊、人权保护的整个领域的一次围剿。然后第二呢，互联网也是，就今天我们好像对网络实名制已经熟视无睹了，但网络实名制实际实施就是16年11月，就网络实名制的实际实施。然后 NGO 也是，现在 NGO 已经基本上，尤其境外 NGO 在境内无法运转了，也是因为16年的一个立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就这个法案一出，就基本扼杀了境外组织外国募款向中国输送，然后进行国内运作的可能性。所以公民社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压制。有这么多了，还没完呢，还有就中美关系跟世界的格局其实也在重大变化。有一本书是17年5月30号出版的，那这本书可见他写作时间和主要描述就是15、16年嘛。这本书就是 Graham Allison 写的，叫做 Destined for War。 你肯定知道，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汇这么火，就这本书里来的，就是注定成为战争，看美国和中国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嘛。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美国的一些智库，因为 Graham Allison 是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嘛，他其实也看到了其实中美关系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而且是临近2个大国的绝对的对抗。因为中国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一直在讲新型大国关系，就新型大国关系在 Barack Obama 的早期啊，就第2任期早期还相对较好，但往后呢双方矛盾就越来越多，所以中美关系有很大的改变。然后这个改变
的很重大转变就是2016年韩国萨德导弹危机，所以东北亚的局势，所以说从那开始，中韩外交的一个蜜月期也宣告结束，然后直接影响了整个东北亚的局势。现在能够形成美日韩的军事同盟，可以说是跟16年萨德导弹之后的整个转变脱不开关系的。更不用说16年的年末特朗普胜选，那特朗普胜选之后，很快中美关系就进入了一个绝对对抗的周期和贸易战。所以说整个我就简单梳理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党管一切，经济的危机，公民社会的死亡，中美关系的转折，东北亚局势的转折，等等等等。你回头来看，这些大事全部集中在15、16年，所以我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事情。你说了这么里面，当然就是作为我来说，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香港争取普选失败，就是新疆开始实行铁拳政策，陈全国时代的开始，709律师大抓捕和公民社会开始全方位败退。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共采取的手段越来越强硬，不像以前呢，习近平执政早期就是偶尔还对民间有所妥协，就是为什么就完全不妥协了？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都是猜测啊，但是我确实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刚上台的时候啊，就2012年刚上台的时候，不是又到了深圳嘛，所以当时大家认为，哎呀，这是开启改革的信号啊，但后来发现可能不是，因为他在深圳有一个所谓的新南巡有个讲话，他这个讲话内容跟改革没关系，他当时讲，你肯定知道这个苏联为什么解体，他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有他著名的一句话叫做“竟无一人是男儿”。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苏联为什么解体呢？是因为这个理想信念动摇，偌大的一个党啊，竟无一人是男儿。很明显，他就把自己定位为那个男儿，就是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那我就是挽救我们永恒执政命运和民族命运的那个男儿。那我觉得你有这个想法呢，那很容易干出非常多荒腔走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有一些早期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问题的理解真的还是挺深刻的啊。就他们对于习近平本身的执政来讲，就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基调，就是危机感，就他对于执政危机感有特别强烈的感受。2015年初就是算是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高峰，其中关键的一个人也是一个美国很知名的一个中国事务专家，就沈大为，就 David Schoenberg。对 ，David Schoenberg 是我老师。哦，是你老师啊？对对对对，那你对肯定看过这个文章了，就是即将到来的中共垮台，对吧？这文章对，那很多人会说，你看这是瞎说中国崩溃论，但其实别人文章不是说马上垮台，别人文章的意思是说进入到这个垮台危机的周期，而且这个垮台危机的周期，其实你看嘛，跟现在的事情也一样啊，就那个文章里面写到了几个垮台的迹象，第一个就是中国富豪大移民。因为当时那个福人富豪榜对这个榜单上很多人采访啊，绝大多数在思考移民和财产转移。那现在到24、25年，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明显吧，甚至弥散到了中产阶级的层面。就第二个呢，就是国家对于陷入西方颜色革命有深深的恐惧，因为这个深深的恐惧啊，国家开始对互联网啊、公民社会逐渐加紧，就直到我们讲15、16年，就是收紧的非常厉害。然后再讲呢，就讲这个政权的支持者本身啊，其实没有什么真心。这支持者本身对于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啊，对那套政治正确啊，其实都是表面曲意逢迎的态度。所以可见之后说什么勿忘初心啊，等等等等，很大程度上，真的这个文章你读了之后，因为没有。对对对对，这个文章你读了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中央是不是好好读过这个文章啊？因为之后的政策好像每一个都在应对这个文章之中提出的问题做了很多的响应啊。然后再下一个就是说腐败已经浸透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其实这个腐败本身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后来反腐嘛。但现在发现腐败以新的形式出来，什么远洋捕捞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他就说中国经济也陷入了一个结构性的死局啊。其实别人说的也没错，对吧？所以说从2015年初有这个文章之后啊，西方包括中国国内关于崩溃论就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啊。那这个讨论之中，我猜啊，如果一个人2012年的使命就是我就是挽救永恒执政和伟大民族命运的那个男儿，然后你们又开始炒作说我们有这个崩溃论，而且确实方方面面感觉啊出现了一些危机，那么我为了力挽狂澜，我觉得呢，如果一个人真的这么想啊，那我觉得势必会动作变形，肯定会干出很多 overreact 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使命在身，那你基本上对于这种危机感都会 overreact。那我认为其实这个我们中国人也能感觉到，就即使不是15、16年，你可以感觉到每到关键社会周期，我们就开始提斗争，然后这个词汇开始形成一个关键词汇。那么为什么斗争？为什么要越过邓胡温时代去直接对接毛时代？其实
也是不断的响应某种危机时刻的动员方法，响应某种紧急状态的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国内问题。那如果每次你都把国内问题理解为不断发生的紧急状态、特殊时期、特殊方法，那很多政策肯定是有很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和过度的色彩的。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就在2013年的时候，实际上习近平他对中国的民间有一轮这种的魅力攻势，就是他要什么去吃庆丰包子，什么出行不要封路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挺惊讶的是，他从2012年开始就想好了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还是说这中间出现了什么事情，让他到了2014、15、16的时候开始一定就越来越铁腕。不好意思，我也可以补充一个，为什么我们从15、16年开始讲，而不是之前？就像你刚才说的，就13年其实是有很多亲社会和亲市场的表达的。就比如说，如果现在回看18届三中全会，就是13年的嘛，就18届三中全会真的是全面市场化。就如果中国提了无比多的改革，5笔多的改革，5笔多的市场化机制，5笔多的倾向于市场、倾向于民营企业、倾向于什么服务型政府啊，什么市场型政府转换，对吧？就是这当时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大家会认为，这个真的是兑现他父亲习仲勋的那种思路，对吧？这要来兑现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所以确实12、13年的时候，看他来讲，你看不出15、16年的这些特征。就如果中国真的按18届三中全会里面的所有方针来实质性，如果这些改革落地的话，那经济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确实是。对，有很多的谜团。那你也说，就说这2年意味着习近平时代的落成。那习近平是接着我们刚才话，他是12年底开始任总书记的，为什么要等到15、16年才开始频繁的使用铁腕呢？为什么15、16年可能会产生转变呢？就是14、15、16年这几年啊，其实大型的国际的转变事件，天灾人祸、经济冲击比较多。从08年算是金融危机，然后中国用4万亿相对来讲做了一个软着陆，这个软着陆到14、15、16年，整个社会很多矛盾其实都凸显出来了，而这个矛盾就凸显出贫富分化在中国产生的巨大问题，其实都凸显出来了。所以说很可能我觉得这里面转变是危机触动的，而不是他本人有一个精密的计划，就是我要用2年时间平稳过渡，然后开始铁腕统治，也未必，很可能是危机触动的。第二呢，就是确实执政早期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去完成，导致一个人可能不可能，尤其中国这个巨大的体制，就是这个总书记这个职位转换，不是说我的第一天大展拳脚的，这个人事的惯性和很多其他事务的惯性都有。比如胡锦涛执政的前2年，2年之后江泽民才卸任军委主席嘛，所以说实际上2年之后才算是正式交给他。虽然胡锦涛同志高风亮节裸退掉啊，但实际上前朝的很多政治遗产和这个政治的尾巴是要慢慢去清理的。比如说郭伯雄要到2015年调查才完成，这个所谓的新4人帮，但其实是5个人啊，就薄熙来、郭伯雄、许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篡党夺权集团也要到2015年才算收尾。所以说可以说从12年到15年呢，本身对于他大展拳脚全面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贯彻，可能也是需要有很多之前的这个政治的问题和政治的尾巴需要去清理的。所以我会觉得为什么是15、16年呢？我觉得这里面一大部分我会认为是危机和新的形势触动的。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真的有多严重的危机，只是他站在一个党永恒执政的真男儿的地位，他对于危机的理解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视角的，他的一个使命感会促使他 overreact。 第二个呢，就是当他清理掉了这些前面的遗留之后，他开始大展拳脚。而且大家也知道嘛，这个就不用清床也不用猜了，很明显他是一个喜欢大战略、大方针、大转变的一个人。
它是容易做出冒进的事物的。那我们说一下经济，就是你认为就是中国经济那2年也走上了歧路，是吧？而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可以展开说一说，大概都有哪些大的这种的错误，然后当时的这些经济政策和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都有什么样的关系？你前面说了一点，就是你能再稍微跟大家说一下，而且你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节目。基本上中国的问题嘛，就是我们可以说2个最核心的问题啊，中国经济。第一个就是消费的比例太低，就完全靠外贸和投资拉动。那第2个就跟投资有关，这个投资呢又是以政府部门投资为主，所以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所以中国相当于每年要花特别特别多的钱，背上特别多的债务，然后这个 GDP 只能涨一点点，然后这个涨一点点的 GDP 还分配不到社会之上，所以说整个经济的结构 basically 就是这个问题嘛。这个结构问题反映出来的实际现象就是产能过剩。就是因为政府那边呢，它不是受市场价格信号的预知去做计划的，而是靠不同的政府，我都要发展新能源汽车，我都要发展电池，我都要发展光伏，所以全国20-30个城市一起搞光伏，甭管有没有市场，直接把光伏产量做到全球每年总需求的2到3倍大，就是做到这个规模。那这个都是这种非市场化和政府主导的结果导致的。那实际上我们回来看2025年，就是不管是供给侧改革和中国制造2025这2个东西，2015年不是25年啊，这2个东西都是着力要淘汰解决低端产能和低端产能过剩问题，主要是要干这2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呢，国企混改其实也是解决问题，因为很多国企尾大不掉，尤其是在市场末端，它是没有市场化能力的，所以希望能够借混合所有制改革来让一些国企跟民企业合一，让决策上股份制等等等等。所以说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方向肯定是有极大问题的啊。这个方向的问题呢，就是不管是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还是供给侧改革，它并没有改变政府主导和产业政策的导向，它还是说国家有一个顶级产业政策，我们只是这个产业政策过去什么小火电啊、炼钢啊、水泥啊、玻璃啊，现在我们要转向什么新3样，当时不提新3样，当时应该提什么8大战略新兴产业，什么新材料、新能源 basically 就是我们今天见到这些了。对，就今天所谓的新3样就是从8大战略新兴产业淘汰出来的这些啊。然后所以当时做这些，它实际上还是产业政策。那产业政策就是你还是没有改变你过去的政府投资拉动，那依然会产生这些领域产能过剩的危机。那么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情就是，实际上国家当时已经意识到，过去基础设施建设，就铁公鸡的基建，铁路、公路、机场、铁公鸡的基建和各地的楼堂馆所建造，这个是已经不可持续的事情了，这个是属于要淘汰的产能。但在淘汰的过程中，导致2015年和16年 GDP 萎缩的非常快，中国 GDP 破7就是15、16年，就跌到7%以下，现在已经快到5以下了，就是那个时候。所以说社会上有很大的问题，导致国家重新回到老路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连什么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都抛弃了，又变成了这个棚改货币化。所谓棚改货币化，就是国家出一大笔钱，把全国这个楼市搞起来，你把这个引擎开动起来了，这房地产就成为中国支柱产业，每年不断的扩大。这个对于经济结构没有任何好处，它不止让中国一些落后的产能啊，那些小的火电，然后钢材、玻璃、水泥进一步扩充和发展，还让老百姓本来在不富裕，整个经济分配在民间用于消费不多的情况之下，让一大批国民背上30年的沉重房贷，去扼杀他们未来投资和消费的可能性。所以说，也就是说15、16年中央知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其实知道的，他们最开始那3把剑其实是知道方向问题是什么的，也想模仿日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最后呢，因为顶不住15、16年短期的股灾和经济压力，就重新走上这个错误的老路，导致08年这个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中国这个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民营分配越来越少的问题，到今天变成了可能压垮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吧。到现在积重难返了。大家别看最近好像一线城市二手房好像火一点，最近企业简直一潭死水， PPI 还在不断的下跌，就是整个企业的其实现在完全没有任何起色了，其实真的很难很难。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就是这个问题，它表征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就是中国干什么产业就要干到全球总需求的好几倍，这个很难想象的事情。而且中国的这个出口顺差达到了1万亿，这个是前天公布的，这个在全球真的是引起了特别大的关注。这以后也是就是中国和这个世界的矛盾，就和发达国家的矛盾会越来越深。贸易战的根源。
而且我要说一句，就今年为什么贸易顺差这么巨大，很大程度上跟内需萎缩关系非常大。就今年进口就跌得很厉害的，虽然出口上半年也不好，下半年当然出口这么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强啊，是因为美国要打贸易战，很多公司都开始预备性的大量购入中国产品，免得以后加关税，所以年末冲了一波业绩，现在是。那现在距离你做这期节目有1个多月了，你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是修正的吗？比如说我看就有听众留言提到党建，就说村一级的选举取消，委派村书记是在2015年，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是2015，纪律处分条例是2015，这是人事布局完成的信号。两学一做是2016，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2016，这是再列宁化已完成的信号。哎呀，你这个听众的水平很高。对，就实际上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事情啊，因为中国这个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回头去看这个领域，可能15、16年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除了刚才这个听众留言讲的之外，就刚才我提到这个党政重新合一的典型事件，就是15和16年年初都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5大机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这个述职以前是不搞的。15、16年搞2年之后，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一个每年尝试的一个事务了。包括2018年中国建立这个国家监察委嘛，监察委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步，这是一个跟国务院平级的超大机构，但实际上也是在2016年公布了北京、山西、浙江国家监察委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所以这个监察委的起点也是从2016年开始的。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中国制造2025和国企混改，包括其实外交方面，我这两天又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报告，就是兰德美国这个著名的智库啊，它有个报告，这报告里面有一章叫做 A U.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就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美中关系，它也把关键时间节点定到2016年，包括反腐等等事情。所以我会觉得那肯定就是从我做那个节目到现在有很多需要补充的，就基本要修正的暂时还没有，就是我当然这个人都很固执的，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对，习总我一样，我也一样，对 anyway 我肯定比他好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1个月时间我还没有觉得哪里好像说错了，实际上是在14年或者17年，倒还没有，但要补充的非常非常多，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那有人可能会说，你做这样的梳理、这样的判断，就是把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都归咎于习近平。但是有一些呢，开倒车的事情，就是从胡温时代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呢？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里面有一些例子可能听上去是有点道理的，比如说这个防火墙是胡温时期搞的，又不是总书记搞的，对吧？就是搞中国所谓的5不搞嘛，什么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思想多元化等等等等，这吴邦国在11年讲的嘛，这也是习近平之前的。虽然这样，但我会觉得如果要问我，就问我一个问题，15、16年和习近平跟胡温时代的根本不同之处，就代表如果我们中国有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共和国，就邓小平之后，那第2共和国有一个关键的跟1共来讲的转变，就是82宪法中间的很多原则和82宪法和83政改中的原则。82宪法和83政改中的最主要原则就是集体领导任期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第2个就是党政分开，都不是说党跟社会分开，只是国务院跟党政分开，对吧？这个是和中央，对，中央分开，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共和国的主要特征。那胡锦涛、胡温时代有很多倒车或者有很多不开明、不进步的地方，但没有动这个机制，就完全一点儿都没有碰。大量国务院的职责被收到所谓的中共中央领导小组架空，没有碰。包括去年停止两会的总理新闻发布会，这个胡温时代没有碰，对吧？包括军区制都是建国之后的制度了，改什么战区制没有碰。包括82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啊，就是定义中国的主要矛盾，就人民不对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矛盾，他把它改成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所以要来搞共同富裕。所以可见，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的3个最重要的关键：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体领导制、废除终身任期制和党政分开。胡温没有碰，他这3个都碰了。所以我觉得从程度之上，胡温的那个跟他没有办法比，他这个是根本性的转变。就是我们甚至真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尤其是他这个18年修宪之后，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共和国了。
对，我觉得你这个提法特别好。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对，国就现在就非常的是第三清楚。共和国了。那也有人可能会说，就是你去找2014或者2017、2018、2020、2022是吧？也能找到很多这种类似的关键的时刻。2015和2016年并没有那么特殊，你会怎么回答这样子的疑问呢？对，我觉得刚才那个问题跟这个问题之间就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中国肯定每嗯，年都有事情的，这毫无疑问的。这么大国对，家，而且这么喜欢折腾的一任这个元首，那肯定每年都要折腾出各种不同的事儿。但我会觉得15、16年的特殊性就在于，如果我们把它分成这个一共、二共、三共，先这么说吧。虽然三共的修宪是18年，但我们发现就为三共的各种方式做奠基是15、16年。就这里面我们刚才所讲的，包括党政合一啊，包括废除这个集体领导制，转向这个终身任期制啊，等等等等，包括开始做，也就是说，中国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很真诚的认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是15、16年。所以这个东西我嗯，觉得15、16年是特殊的，更不用说我们刚才列举了15、16年这2年，不是说一个领域一件事儿啊，刚才不管是对，经济、港澳台、菲律宾、中美关系，对，全方位。全方位的改变。所以我会觉得15、16年确实是蛮特殊的，对。当然啊，可能你花功夫看17、18，你会发现，哎，还是有很多事情的，这个我是保持很开放的心态的。那刚才你说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的改变，如果要你说对今天影响最深的一件或者两件事，你会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是觉得，虽然是17年才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毕竟在16年我们就重新定义中国已经不是经济发展为中心了，而是共同富裕为中心啊。我就觉得大家都能感觉到啊，就元首有一种强烈的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的想法，就是这个既是他个人的特殊性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论证，也是他可能要做很多执政策略上改变的一个基础的心态和认知。那我觉得这个心态是有很大问题的啊，它既会在很多领域采取全面的冒进，包括中国“一带一路”，为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在全世界搅起水花？但其实之后“一带一路”又陷入低潮，就从前年开始，什么做小而美的项目啊，包括雄安新区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大家能看到，就中国这几年，如果要为这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做一个总结的话，那就是这几年全国上下都产生一种心态，就是中国真的要成为全球第一了。包括很多人可能认为我们已经超过美国了，对吧？这个心态转变就是15、16年奠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影响很深的事情啊，就是中国真的进入新时代。那第二个我觉得影响很深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党政合一，因为中国是个极端缺乏权力制衡的社会，那这个权力制衡在所谓第二共和国就改开之后，还有一个基本制衡，就是党政之间互相的制衡，就党政之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权责划分，那么在政务那边能有很多技术官僚来构成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导致对党这边不管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啊，不管是为了执政的稳定性啊的很多东西能够有一定的制衡，一个防火墙的角色。包括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其实这两位总理在中国，他们不管是经济政策啊，包括是社会运转啊，都还是很有这个存在感的，也很有个人意志在这个事情上的看法和转变的。这个我觉得都是在中国极端缺乏制衡的社会之下一个最基础的制衡。就我认为在过去如果有党政分开的情况之下，2022年的那个动态清零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对吧？国务院那部分经济啊、债务早就能够有一定程度的遏制。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影响最深的，一个就是从上到下认为中国进入新时代，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了。第二就是中国极端缺乏制衡国家，基本唯一的制衡就是党政分开的制衡也丧失了。你列举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多数人，可能你自己在做这个，就是这个梳理的过程中，也有好多事情，就是这10年前是吧？也都差不多都忘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我自己也是听着你那个节目，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像这个事情发生过，当时也觉得特别可怕，就是那个游轮沉没东方之星的这个事情是吧？还有上海2015哦，年元那个新年踩踏，旦是不是？对对，新年踩踏的对，事。当时就是多么多么大的事情，但是现在好像真的，我也是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很惭愧，就你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如果构成的原因，首先这个不透明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我觉得一个社会发生的事情，要在社会中和人心中留下印象，肯定是要经过充分讨论才可以。就比如说东方之星游轮这么大的事情，
你想韩国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世越号，对吧？世越号在韩国那是什么讨论的热度啊？到今天尹锡悦出事还有人拿世越号出来讲的，对吧？那东方之镜完全没有任何讨论嘛。我就想到了中国其实也有我们记得很清楚，比如说2008年的这个四川的大地震，是不是？当时有很多很多的报道，就是我们对2008年的这个大地震的记忆，可能比3年疫情的记忆还要深刻得多。对，我就觉得一个社会的事件要定型讨论，慢慢下来要经过长期的公民社会舆论的运转才可以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恰恰就是15、16年这2年过去之后啊，就现在整个社会、公民社会、新闻已经完全没有了嘛。那第二位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中国太复杂了、太大了，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不同的人会留下不同的记忆。就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专门跑中国灾难和政府应对的调查记者，那我可能这10年期间，从这个地震开始到东方之星到之后写过很多报道，那长期关注我报道的人，其实对于中国的这部分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认识和了解。但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这种条线的认识也不存在嘛，就是没有人对任何领域能够产生比较全面充分的认识。所以说基本上每一年过去，被各种突发大型新闻冲刷一遍，然后第2年被别的新闻冲刷一遍，像海浪一样啊，这一浪一浪拍过来，最后是什么也不会留下，真的是很麻烦。现在就是你想想这个珠海死了那么多人，就是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然后这些人的姓名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对不对？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就比如说贵州大巴，我现在突然想起来，还有这个乌鲁木齐大火，嗯，这个都是什么人？是不是都对。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就这么消失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包括珠海嗯。那个事情，那个犯罪者已经不是嫌疑人，是判死刑了，非常非常快，才几个月就死刑都判了。就那个人到底什么原因，说他是离婚，什么离婚，到底怎么回事？对，可能只有判决书出来才有，但我也不知道判决书能不能看到。对，就是这些事情，你根本就没有这种的深入的认识，确实你的记忆就会比较浅。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有人会问，就说你梳理这些有什么用呢？就是了解这个过程，除了知道就说哦，原来我们是这么完蛋的以外，有没有进一步的价值？就是无论是对个人呢，还是对社会，还是说梳理之后，你就可以给中国算命了，就知道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了，会怎么走呢？算命还是可以算的，但这肯定不是算具体时间啊，3年、5年、10年，对吧？就是它其实你是对于阶段能有个判断的，就现在中国到哪一步了，你肯定是有一个判断的，对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梳理这些有用的啊，就如果我们未来真的运气足够好，我们社会有再次改革等等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梳理是能够找到一些症结的。就比如说，我举2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中国现在要壮大社会或者扩大中国的监督力量，你不可能从现在这个角度一步走回到什么三权分立啊、五邦国讲那个是不可能的，对吧？那如果反向拆的话，就算做党政分开，那我会认为通过这个梳理，我们就能知道啊，中国未来就是党政分开可能有个比较好的方法或者比较有用的方法，就是在所谓中央的党小组基础之上反向政府化。比如说所谓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包括中央网信办，就这些已经实权在中央的部门，重新赋予国务院，以及把它去政治化，变成行政化，就比机械的恢复这个国务院权力可能要好。像这些就是啊，这种还有很多，包括经济领域也是，包括香港问题也一样嘛。就是如果香港问题要有一些转变，除了一步到位让这个香港人公投是不是要独立之外啊，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回滚点，那就回滚到6·28政改之前，就全国人大搞这个关于香港行政普选问题和立法会问题决定办法，回滚到那个之前，然后从那个之前的时间点开始。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书里呢，既能找到，因为这是跟许成和老师那个书有关了，跟制度基因有关了，就是你得捋这个基因往回改，就你没法突然从 A 点跳到 C 点，对吧？你肯定从 A 点搞到 A 减、A 加，慢慢往回改。那这个 A 点、A 加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些历史过程慢慢来的。所以你就得慢慢往回拆，慢慢往回改。所以我觉得这个梳理过程，算命一点点啊，但比算命更有用的就是，我们社会如果要改变的话，你就得捋着这个脉络往回改，我觉得是有用的。你刚才说你至少知道我们到了哪一个阶段，你说下我们到了哪个阶段呢？好，我觉得我们到了这条路走到头的阶段了，就是你这么乐观吗？你的节目里会比较乐观嘛，就是最走到头的，我能知道就是经济问题，就是按照
咱们三共这个理直气壮做大国有企业，然后用政府产业政策拉动经济的方法，这条路绝对走到头了已经。包括这套财政的方法也走到头了，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我过去看的电影就是比较近的电影，只有一部特别有印象，我可以推荐，就是那个某种物质 The Substance， 是戴米摩尔演的是个女性主义电影，特别好看。另外就是都是之前看的电影了，我想了2部有没有跟今天话题比较接近的电影，我想了2个，一个就是一个2016年的香港电影啊，可以看那个年代香港人的心态，叫《树大招风》，是银河映像的一个电影，特别好看。这个电影就是能看到2016年香港人那种绝望的心态和那种不甘，在这个电影里面完美的呈现。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到一个关于中国政治生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电影，但它是个很微观的是个很老很老的电影了，特别好看，我觉得你肯定看过，叫《背靠背脸对脸》。我没有看过，没看过但是我知道是啊，对很早以对对对对前的电影。 94年电影，我就推荐这3个对电影吧。然后书有几个可以推荐，一个是我刚才在里面就提到了一个跟新疆相关的书，叫做《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是日本的一个教授写的，叫熊苍润。这本书比较好，就是它其实很客观，当然你看标题你也知道，它客观绝对没有客观的很多亲建制派人士想要那种客观，只是说这个书很克制，它没有在里面就是哇这恶魔摧毁，就没有这些东西啊，就是梳理的非常清楚。他用很多事实来说话的。对对对，从前到后的政策转变梳理得非常清楚，这个书。然后第二个是尤瓦尔·赫拉利去年那个新书叫《连结：从石器时代到 AI 纪元》，我觉得这个书用来理解 TikTok 小红书 Elon Musk X 的现象非常非常有用，而且就是关于整个2024年的整个大选中间的很多现象，我觉得也是有特别好的解释力的一本书啊，我觉得比他之前写的书好。然后第3本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推荐我自己写的那个，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就是你写上海的那。对，因为我们说大家可能已经忘了2022年发生什么，对吧？那就大家去看《一年纪事》，就是他讲了2022年从年头到年尾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当然里面聚焦就是上海封城跟白纸，有很多事情大家已经忘了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书。你可以在哪买呢？可以去 Z Library 上下载。你去 Z Library 上搜我名字就行，李厚成。因为你搜一年纪事，你还会搜出笛福的那本《一年纪事》，我这个命名就是学他那个的，所以你搜我名字更容易搜，所以这是命名的失败，以后写书不能这么命名。我很少推荐吧，我今天推荐，因为我下午6点钟刚看完这个好东西，哇，太好看了。很多人说它是女权电影，确实这个女权都讲得特别好，特别巧妙的故事构思。但是另一方面，我的一个朋友就说，你看一看这里面的人，他们都是现代人，习近平怎么可能真正的让这些现代人来听他的话呢？完全听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话也是说的特别好，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谢谢后成，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